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严老师；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陆琪老师。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他实在是太叛逆了，我说什么他都不听，我为他操碎了心，却总是好心当成驴肝肺。我觉得他更像是我爸，处处都管着我，我感觉特别束缚。我只是想要一段甜甜的爱情。他就是太幼稚，很多事情都想得特别简单。我感觉这段爱情里，我在负重前行。他总是想得很多，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他口口声声说爱我，却一直在伤害我。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李21岁，来自安徽学生，有请。女嘉宾小刘21岁，来自安徽学生，有请。欢迎两位啊！同班同学是吧？对。对。谁追的谁？那当时我追的他，追了多久啊？追了有1个星期左右吧。哦，谈了多久啊？谈了也快2年了。今年大几啊？今年大3。今天为什么来呢？我就是太累了，我是真的是受够了。就我对他这么好，他就是不理解我，他很任性，也很无理取闹。我就是事事都是为他考虑，为他着想。他就觉得这是一种折磨，是一种管教着他，他不舒服。你看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白头发都给我抽出来了。他就是打着为我好的名义，把他的思想强加给我，就是逼着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儿。那我才刚上大学，我说我参加点社团活动，我放松放松，他不乐意，他让我去找兼职。那我听他话，我去找了个兼职，我当家教。那回宿舍都9、10点了还不行，还得让我出去工作，出去跟他学习。那谁受得了呀？那一点时间都不让我休息，那太累了呀。那他还怪我任性，他一点时间都不给我。那我就在我宿舍吧，我跟我室友聊聊天，聊聊八卦，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在他眼里，我就是天天游手好闲了。那我学习也学了呀，我兼职我也听你话，我也找了呀，你怎么还不满意呢？能是他这样讲的吗？我们是大学生啊，我不想谈一个简简单单的那种校园恋爱，说散就散了。我觉得我们既然在一起了，那就要为对方考虑，为以后做考虑。上学期间，我到现在我边学习，我也边出去做兼职嘛。生活费啊、学费都是我自己出，我也没有找我爸妈要过1分。也不是说家庭条件不好，我就觉得要自食其力一点。那他呢？他在学校里吃喝玩乐，跟她闺蜜一起，没钱了找家里要点钱啊，然后整个人在学校里面跟个咸鱼一样游手好闲的。最关键的是，我让他去学习嘛，考那个英语4级啊，然后呢也没有过。这不都得考吗？对，我让他去考，他没有过，我让他去考个教资，他也没过。那我刚上大一，我哪有那么多时间？他还让我去兼职，那兼职完回来哪还有时间学习啊？你作为大学生，我们对吧？上大学就是为了以后出来工作，要提前规划好嘛。所以我当时我就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划。我们那时候晚上有晚自习，晚自习大概是2个小时，我每半个小时我就让他看这个书。然后呢，每半个小时该写这个东西，我就给他制定很详细的计划。然后白天除了上完课以后，下午我就想着他在宿舍里玩手机也是玩1、2个小时、2、3个小时，那跟着我出来一起，咱们干点兼职，也能挣点钱。然后晚上咱们还能一起吃个饭，出去逛个街，约个会，这不挺好的吗？这总比你在宿舍躺着1、2个小时好吧？是。他就是希望我每一天干什么事情都要跟他在一块，就是他以帮助你成长为由，把你拴在了他的身边。对，你的理解是这样的，是吧？那我这也是为他做考虑啊，为他好啊。不是他的人生是他的，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孩子到了18岁也不敢管这么细呀。你这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老父亲啊。接着说，头发都愁白了。我就是看不惯。然后我们2个人在一起2年了，前后分了2次手。为啥？他说分就分，然后说合就合。那我这个人我就是贱，你知道吧？他一说和，然后我心一软，我说那行吧，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们就在一起了啊。第一次分手之前，我在手机上发信息，我说你出来我们一起学习一下。他给我找理由说他头疼，说不舒服要在宿舍里休息了。当时我都在他宿舍楼下了，我心想着那我去给他买点治头疼的药。结果把手机打开一看，从 WiFi 的状态变成了4G 的状态。我心里一猜，他是不是出去玩了？赶忙打了电话，电话一通，那边传来了就是酒吧 DJ 那种声音。
然后我一心想，完了，他去酒吧完了。我当时就说为什么要骗我？在电话里头我就很生气。他当时电话里面什么都不问，直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那我就很委屈啊！那天上完课很累嘛，那我也确实很不舒服。我也是刚兼职完回来，他是又让我出来学习，那一天24小时也不能把我当驴使呀！那一直都在学，一直都在工作，那我受不了嘛！那我上了大学不就是朋友应该在一块聚一聚嘛？那么久没聚了，我就想着我们大家一起出去吃个饭，喝酒聊聊天。我根本不敢告诉他，我之前跟他说过，我每次说要出学，他都不让。那我爹管我都没管这么多呀。对啊，那酒吧就不应该是女孩子该去的地方，你还骗着我去，我是不是在为你的安全在着想？这个手分得对啊，你接着说。虽然你的道理非常充分，但是听到这儿，我倒觉得啊，这个手分得对。后来怎么就和好了呢？后来我找他了，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想着不安全吧。然后我就说再给他一次机会，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然后就找他，然后就和好了。和好了，和好了，你应该有反思啊，你应该知道要给别人空间呀。对，我是给他空间，他平时该干什么，是健康一点的，其实我都可以。第二次为什么又分手呢？第二次分手，我就是对她朋友意见就特别大。你说她闺蜜，哪有人家小女孩子那1个星期谈一个恋爱，那1个月谈个3、4个恋爱，想谈就谈，想分就分。然后她那个闺蜜，她朋友。天天就想走，我们出去喝点酒，我们出去玩。他就受他朋友的影响，你知道吧？每次跟他朋友出去玩，喝完酒回来以后就跟我吵架，就看我这不行那不行的，就跟我闹分手。这我能受得了吗？他根本不是对我朋友有意见，他就是对我有意见。他不允许我交朋友，因为他自己没有朋友，他觉得我干什么事必须要跟他坐一起。我那些朋友全部都是来害我的，在他眼里，我朋友都是那些坏人。那我朋友谈个恋爱，人家觉得合适在一起，不合适就分开，难不成他还不能分手了吗？那你对我什么样，他都看在眼里啊！你就是控制着我呀！你想把我拴在你身边，我跟你养的宠物有什么区别呢？什么事情不合你的意，你就要吼我？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吗？我肯定很委屈啊！那我委屈了，我肯定就不想跟他在一块了呀。分了。分了。后来为什么又好啊？我还是觉得我喜欢他，然后我就去找他了。所以人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并且坚持这个正确的决定，也挺难的。对，其实第二次分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天她下半年过生日啊，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日，肯定要跟男朋友在一起过。我从白天等到晚上，也没有她的信息，然后晚上连晚自习她都没有来，9、10点钟了她也没有回来，也没有说今天过生日要找我一起过。然后我就说给她发信息，结果看她朋友圈里面一个这么大一个合照，里面有男有女，那我算什么事呢？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儿。当时是跟他约好了，我们俩是晚上出来吃饭。那我下午跟我朋友出去拍照片，我过生日想发那种美美的照片，闺蜜一起去拍照，怎么了？那后来我朋友重视我，晚上的时候，那我朋友给了我个惊喜，那么多人，我也是不知道的呀。然后我晚上回来，我还特地买了个蛋糕，说跟他一起过。然后他这个时候就冷暴力我了，在我过生日这天发消息不回，打电话不接，他就觉得我又跟那些朋友在一起过了，他就是觉得我不应该跟朋友在一起过生日，生日只能跟他一个人在一起过。这个又是回去了，就是他找我，然后我就，又好了啊，又好了，对，然后就是分了这2次手以后，我就是有那种感觉了，就是他现在，我就是感觉他怪怪的，就是说他可能又是说想分手，那我哪受得了，事不过3。我闺蜜就劝我分手了，那人家那个朋友，那宁毁那个10座庙也不拆1座婚的，你这说得过去吗？但你也不看你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呀？你也不至于这么控制我吧？我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朋友跟恋爱那应该一半一半呀。那我这是不是在为你的安全考虑？我是不是在为你好？你每天浑浑噩噩的无意义的事情干嘛呢？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2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就互相成长、互相成就？我跟他在一块，我朋友都没了，我朋友都不愿意喊我出来玩了。所以这就是我刚才特好奇的一件事儿嘛，哈，就大学里面可能真的过生日，除了2个人过之外，应该是一堆朋友过，啊。但是为什么不是一堆朋友？我也没问你啊，这不重要啊，因为每个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但是至少聊到这儿，谈到这儿的时候，男生说了，你现在觉得你们的情感是岌岌可危了，我用这个词应该没有问题，对吧？没问题。那你害怕失去他吗？是害怕。男生反反复复的强调说你身边的朋友不好，女生反反复复的说我身边的朋友劝我是怎样怎样的，好像这个身边的朋友对你们这段情感是有一些想法的，对吧？对，不太赞同我们2个。不太赞同。我们有一段这个朋友的录音，你可以听一下。不是宝儿，你真别恋爱脑了行不行？你听我一句劝，赶紧逃。
你看咱这几次出来喝酒，你每次一提到他你就哭，他不心疼我都心疼。你看他就是特别有优越感，那你跟他在一起你图什么？图多个爹管你吗？你条件又不差，你肯定能找个更好的，那你为啥非得找这种控制狂呀？我真服了。你听，对，我们俩听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听到的感受是，你为什么要找一个控制狂？就在外人的看法里面，老觉得你是在控制他。你觉得你有控制他吗？我觉得我没有在控制他。没有。好，对呀，你是爱他的表现，对吧？对对对。你是想跟他共同规划未来，你是想让他跟你一起上进，对不对？对。女生自己有这个感觉吗？说我被控制。有，我就是觉得什么事都必须按照他要求的来。好，来，男生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那我为什么不找一个就是跟我一样的这样的女朋友呢？她也像我一样积极上进，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排满，对于未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然后我们俩共同促进，共同去努力。有没有想要找这么一个女朋友呢？那本来就没有天生就是一对的呀，就是我觉得我看到她了，她。就我是想把它变好嘛，那也不能说就为了满足我这个要求。但是你喜欢的不就是这个坏坏的吗？按你的标准啊，不一定人家坏啊。啊，对，这不是你喜欢的吗？你把它改成跟你一样，你还会喜欢他吗？其实我也不是说改吧，我就是想让他变好一点。啊，他哪儿不好呢？他每天吃喝玩乐，我就是看到他太闲了。所以这段恋爱谈出来的女生的感受是被控制，对吧？对。然后还有一个话是在你的嘴里，也是你朋友嘴里的。等于又找了个爹，对吧？我找了个爹，谈了一场恋爱，他管理我的方式比我爹还过分，这是女生心里给这个恋爱的一个定性，对吧？对。男生是说我在谈一场负责任的、对未来生活有规划的恋爱，对吧？对。我希望我的女朋友跟我一起去上进，但是现在我感受到了我的女朋友想离开我，是吧？对。所以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要挽留她。还是要干嘛？我来这其实我也是纠结，因为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面，我带他回去见我爸妈，他见我爸妈之前，我就跟他说过，我说我爸妈会问关于我们俩以后的事情啊，除了大学毕业了该做什么工作呀，该去哪个城市，其实我告诉他已经标准答案了。标准答案是什么？我听一听。就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到见我爸妈，你就跟我爸妈问的话，你就说，以后我在哪个城市工作，他就跟着我一起，然后呢。我干什么他就支持我，就像那种好媳妇的那种表现。哦，对，其实我就是让他在我爸妈面前留一个好印象。结果那天在饭桌上见了我爸妈了以后，我妈一问三不知，就低头吃菜，然后也是低头，到最后就已经就开始真的低头玩手机了，就给我爸妈就对他印象现在就特别不好，我就感觉他就是在摆烂，就不想跟我好好过日子。不是，也许他没想好呢，是吧？我确实是没想好，对吧？是没想好是吧？我已经跟他说了。他就让我骗他父母，他说我以后就是会跟着他一起工作，那这不是骗人吗？那以后那真的不在一起了，那他父母会怎么想呢？而且我见他父母又不是一场面试，怎么会有标准答案呢？我实话实说不就是吗？他不行，当时他父母问我的时候，并不是一开始就玩手机。他父母问我的时候，我一开始实话实说，他就拿胳膊肘捣我，然后在桌子底下踹我，就意思就是我都教你了，你怎么还不会说？那我不想骗人，那他又不让我实话实说，那我只能不说话了。所以来这儿是为什么？我就是很纠结，我就想，他就是稍微听话一点，听我的，不要跟我反着干。其实我就还能接受啊。他如果还是这么任性，然后就不理解我的话，我还有点接受不了。你还接受不了他？好。你还能接受他吗？接受不了。题面就摆在这儿了，啊，男生说我爱你，我为你好，我为了未来我们共同努力，对吧？女生说，那是你单方面想的一个未来，我现在想过我想要的日子，是吧？对。那这段情感应该怎么办？我们交给我们的老师，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表面上这个男生像个爹，但是想一想，爹也不是这么当的吧？有些爹还宠着自己的女儿呢。对，我平时也挺宠她的。没有像你这么要求这么多的所谓的这个标准的。在我看来，你不太像个爹，像个老师，教他做人，教他学习，教他规划。你们哪是谈恋爱呀？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用2次分手
想逃离你。在这个关系当中，女方没有大错，如果只有一个错的话，那就是你还在和他谈恋爱。我们重点说说男方，你所谓的保护女方，其实是在保护你自己，不让你的女朋友受到她的闺蜜的蛊惑，在你的观点里面，然后反水，和你再次分手，不过就是这样子吗？所以，你用了听话、懂事，都是为了你。所以你说的那么多的，我都是为了你好，在我们外人看来，包括你的女朋友感受到的都是为你自己好。恋爱有很多东西是要独立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你的原生家庭和教育从小就是给你灌输，就是一个励志、规划、成功，不允许荒度时间和光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是听话了，但是你没办法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教另外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你累，你只顾着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叫自私。此时此刻，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稍稍让你思考一下，必然你还年轻。女方，我也提示一下，她的这种行为会让你上瘾。虽然你感受到了种种的对你的不利，但是你要清楚，恋爱如果把自己的人格、生活都谈没了，这段感情宁愿不要，因为独立的人格比所谓的这种畸形的爱情要重要的多得多，所以该分手就要分手。先说说女生，为什么你明明在这场关系当中感受到了非常多的不愉快，曾经也提出过分离，但最终分离不了？因为你有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你认为你不舒服了，跟他分开了，是你自己情绪没有控制好，但实际上他是为你好，他是正义的象征，他是做对事的那个年轻人。这个认知很可怕的，姑娘。你想想，为什么你在这么多朋友都反对，你也不敢让他见你的父母，对吧？你自己也总觉得很不愉快，但依然离不开他，就是你被这种所谓你认为的他是对的这种思想，把自己也控制住了。事情没有对错，生活没有一定朝哪个方向就是好的，一定朝哪个方向就是不好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感受到愉悦，我们善良不伤害别人，这就是好的。1000个人有1000个好的方法，有些人努力上进，不浪费每一份时间去努力奋斗，他是好的，他愉悦。有些人我就要边读书边休闲，我就要张弛有度，我舒服，我愉快，我是好的。你明明自己和他生活方式就不一样，你是在一个家长很包容你，对吧？这个爱是很温暖的环境下长大的。你认为我应该去学习，我该学了，我也应该做一些这个社会体验，我该去体验，我兼职了，我还需要休闲，回到寝室跟大家刷手机聊八卦，你去做。一点错都没有，你要改变自己认知啊！你现在已经被他控制到，或者被他这个跟你洗脑洗到说，哎呦，我这个方式是不对的，我应该奋进，但我做不到，我还贪图享乐。不，适度的贪图享乐哪里不对呢？你现在要改变认知，我是一个好的生活方式，我接受我自己，我认可我自己，我不去盲从他，我不听他的，你才能真正离开他。我和于老师的观点一样，你应该离开他，他限制了你对这个社会、对这个生活的认知，它也限制了你去过自己想要的快乐的生活，忠于自己的选择，不被别人干扰，你才能活出自我。男生其实我觉得你大概也是没有那么自知的，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知道你对他的这种控制其实对他是不好的，对你自己也是伤害。你刚才也说了，我要教我女朋友怎么跟我爸妈对话，你的家庭是严苛的，你是不敢犯错的，你是始终高度紧张、焦虑的。这是你现在的人格状态，你不容自己犯错，我1分钟都不能浪费。什么去酒吧放松，什么在寝室八卦，这都是浪费人生。当然，你是个有志青年，你能做到这样也没问题，但你不是自发的、出自于内心的，我要去珍惜每一分时间去拼搏奋斗，否则你没工夫去管它。你只是从小形成这样一种习惯，我很紧张。我很焦虑，我要做到最好，否则我爸妈要说我，否则我爸妈给我甩脸，
连我女朋友说错话，你看我爸妈都甩脸，我很紧张。你如果始终是这种紧张的状态，你不能明辨你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你现在只是盲从于你父母从小给你的规划，或者你认为你父母认为那个让他们骄傲的男生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不是真正的你。你要学会的是放松，不仅仅学会放弃对别人的控制，也要放弃对自己的控制，让自己松弛下来，你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我想要的爱情是什么。我想说的是2个真相。第一个，成为更好的自己一定是内驱力，别人推是推不动的。就像小的时候你妈让你学习，你自己如果不想学，你会学吗？一定不会。第二个，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和既得利益者，没有谁是发自内心的希望自己的伴侣跟自己一样优秀，甚至超越自己。所以你希望他好，只是你自私的原因。你是因为第一指责他，一方面是希望他听你话，第二方面是彰显自己的优越感。所以你希望他好吗？你只是说想要让他听你的话，变成一个懂事听话的女朋友。第二个就是我告诉你，我比你优秀太多了，你得追上我呀。我得告诉你你的不足，我得让你自卑，我得让你永远离不开我。这是你内心深处的声音，可能你不自知，可能你不是出于以这个想法、以这个目的来进行这样的，你总在自己告诉自己说我是为你好，我是为你好。谁会希望自己的伴侣和自己一样优秀，甚至超越自己呢？除非她是你老婆，除非她真的是你的女儿，就这样。姑娘，你永远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看一个人自不自私，你不需要听他讲大道理，道理有啥用啊？到最后就对谁有好处就完了。你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资格，不管是哪个年龄，我都觉得不一定是20多岁，哪怕50多岁，我们也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资格呀。我今天就想去酒吧，我今天就想去跳广场舞，怎么了？只要它是合理合法的，只要它没有伤害到人，我就选娱乐了。不能娱乐吗？我们人生里面，我花一半的时间娱乐，怎么了？对不对？谁说效率怪物就一定是对的呢？至于你，我特别不喜欢看你那个就是带着表演意味的点头，对，是我特别认同你的话，就我特别不爱看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因为太虚伪了，太假了，啊，在一定的年纪的人、阅历的人的面前，这一套真的不算什么，你还且有的学呢，就这样。挺好啊，一段爱情让2个年轻人如果可以成长，因为对女生来说，离开是一种成长。客观上面，你确实起到了控制她、限制她自由的这么一个结果。我们讲客观结果。如果你真的对自己的标准就是这样的标准，记住，恋爱是寻找一个跟自己匹配的人，而不是通过一场恋爱去改变一个人。当你试图通过所谓的爱情去改造一个人的时候，变成你想要的那个人的时候，这不就是控制吗？你说没什么好说的了，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对吧？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题对决。我刚刚听了导师说了这么多话，其实我也认识到我的问题了。我以后可能也会改，就不会管你管这么多，因为我是真的爱你的，我也是就想为你好，所以我以后会改。我也是真的很爱你，不然我也不会找你2次都是我来找你复合。但是你每次都这么说，每次都说会改，但是换来的结果却是伤害我。我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我希望我可以做自己，而不是按照你的想法而活。我也希望你可以多爱我一点。我今天其实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我其实也发现了我自己是在其实讲白了就是在为自己考虑，但是我的内心深处里面只有你。我还挺为这个姑娘捏把汗的啊！行了，谢谢2位，请回吧，加油，小伙子！谢谢2位，老师们预测一下吧。男方肯定会出来，女方不出的概率大。我觉得双出。我觉得女生应该不会出来了吧？应该不会了。我们看看
这对年轻的朋友作何选择？请开门。没事儿，成长就好。其实已经感觉到了嘛，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经验，我愿意把它叫经验，都不叫教训。他感觉到了女生要离开他，他控制不住了，所以要来。那这个在这段情感当中，你去总结一些经验就好了。有什么话想跟女生说的吗？就我大概知道我自己错了，就我以后肯定会改。就是爱一个人的基本，爱的基本是尊重，是给对方自由。记住它好吗？谢谢你哈，来，请回，加油。请回。来，让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从朋友到恋人，对彼此都很熟悉，但是他现在总是刻意的迎合我，对我玩套路，一点也不真诚。我对他是真心的，也在努力变成他喜欢的样子，但是他却总是挑我的毛病，我真的很委屈。他就是一根筋，什么都得按照他的想法来，总干一些自我感动的事儿，还觉得自己做的没错。他性格总是大大咧咧的，和别的男生之间一点边界感都没有，这让我很没有安全感，我真的接受不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范，25岁，来自天津新媒体运营；女嘉宾小张，24岁，来自天津新媒体运营。欢迎两位哈。是一个公司的吗？对，现在是一个公司的。现在是一个公司的，都是做运营的。啊，都做运营的。还是同学是吧？据说。对，是高中同学。从高中就认识了。高中同学啊，对。一个班吗？一个班，做同桌还。那你们得谈了多少年了呀？我们在一块儿的话呢，是快2年的时间了。啊？但是我们认识的时时间挺长的。不是那会儿同桌的时候就没有一点那个爱吗？一直是哥们儿，一直是哥们儿的关系啊。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配不上他嘛，所以说之后我就是也做出了一点改变。不是你得多成熟啊！你说你读高中的时候就觉得配得上配不上？对，因为我们有那个弦儿吗？高中就认识嘛，然后因为我们从朋友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那些偶像，就是那些长得特别帅的人。颜值控。现在等于谈了2年多了是吧？对，快2年的时间了。今天来是谁要来啊？啊，我要来的。要来干嘛呀？我觉得我们从朋友到现在认识10来年了，但是我发现在一块儿之后，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觉得他很多行为做的，就是在刻意的讨好我、迎合我，没有以前我感受到的那种就是真诚。相当于这话我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这哥们儿对我太好了，我觉得不真实。是这意思吧？是这样，主要是他原来的时候嘛，他有喜欢过一个女生，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哥们儿嘛，交情也特别好，我们2家都认识。他那个时候就让我帮他出点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呢，你先把你的外形打扮好了，打扮挺帅的。他这个人呢，其实本来的话呢，特别爱干净，也爱臭美，就这方面挺讲究的。但是我就发现，我跟他在一块儿相恋之后呢，他就不是那样了。他现在就到了已经就是有一个容貌焦虑的一个程度了。因为您看他就是190斤吧，看不出来，但实际上是你有190啊？190多斤。那你这穿搭太牛了，完全看不出来190多。但是我觉得说你190多斤，你一个硬汉的一个形象，他现在就是每天还要画眉毛什么的，我觉得就跟小闺女家似的。主持人，因为他就一直特别喜欢那些长得帅的人嘛，对，然后我就想往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说我就又画眉，然后就护肤，因为我就是特别自卑。我觉得就是别人都比我长得好看，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到了已经就是一个特别精致的一个程度。像我们每天我跟他都会视频打打游戏，但
但是这个时间他还要面膜。嗨，就是我觉得爱惜自己的皮肤啊，什么对自己好，这应该不分男女。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甚至到了，就是我觉得在跟我比美的一个程度。然后包括我买的美容仪、脱毛仪，他都会拿过去用。就是比如说我化妆化1个小时，他要化2个小时。而且我们一块出去有第3个朋友在的时候，他就捯饬时间特别长嘛，就从这个就是以前只是涂个隔离、防晒这种，现在的话呢粉底液都要上全妆这种。然后但是跟我私底下在一块的时候，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又要随性的多了。那我觉得咱们俩在一块之后，那你怎么对我是这样，但你出去你就不是这样了呢？跟别人我心里边没有任何想法，因为他肯定他知道我自卑，然后他又每次带我出去见他朋友，那我觉得肯定要给足他面子呀，对吧？那在他身边，就是我们2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说哦又画眉，然后又脸上又抹东西的。不是以后也画上吧，也抹上吧，他不就觉得对等了吗？这样行吗？我就是觉得说我们在一块儿，他就是没表现出来的，我感觉就没有我们相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没有激情，对我就比较随意了。哦，明白了，那还有啥呢？还有啥？就是说，因为我们2家都特别相识嘛，那个时候他也经常就问我说，这个追女生嘛，那我也算是指导过他一些。然后当时他追一个女生，我就跟他说，你要想征服她的话呢，你就先把她妈妈，咱就说拿下嘛，就征服全世界了。然后但是呢，我觉得他后来就把这些招都使回在我的身上了，哎，就把我妈认干妈了。认干妈之后呢，他每天都要带我妈给我妈拍照，给我妈化妆，给我妈描眉画眼的。我就觉得我教给他的是让他真诚的那个意思，但是我感觉他都是在刻意的讨好。不，这说明师傅教的好。我没有刻意讨好，没有不真诚啊。而且就是我们2个人认识这么久了，阿姨和叔叔也都认识我又会化妆了，那我就给阿姨去画呀。这个我觉得没问题啊。但是我没有看到你真心的对我付出，而且还有一个婚房，婚房的话他不是要装修嘛？装修他就问我说，哎呀，问我想装成什么样？但是我觉得咱们在一块儿是虽然快2年了，但是并没有说想跟他跨越到下一个阶段。他看我这边没有搭理他，他呢就找我妈去问我妈说装修成什么样？但是呢，我就觉得你这个事儿，我妈她就觉得我不对了。就是因为主持人，我还是想就是说这个房子装修就是能采纳他的意见。那如果说你现在问我装成什么样啊，那我说了之后，如果说咱们俩之间完蛋了，那以后这个责任赖谁？就赖我身上了。我觉得我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我觉得他所做的这一切都不是我心里想要的。你就不由得问，那你想要什么是吧？是不是？对，你接着说，还有什么不满？就是正常我们做朋友的时候，我们平常也特别爱出去一块玩，爱吃东西。那个时候他还经常请我吃个饭呢，给我买个奶茶、买个咖啡、星巴克这种。但是我们俩在一块之后，他在这个金钱上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他特别计较，请我吃东西还要我把钱 A 回给他，这种落差感让我特别难受。那我到底是你的恋人还是？我们2个人从这个就是朋友开始，一直到这个我们2个在一起成为恋人。因为我了解他呀，他性格就不想去占别人便宜，更不想依赖一个人。所以说，我觉得无论是吃还是喝上边，毕竟2个人一起嘛，那这个钱一定是 AA 的呀。我不想让他产生一种他在依赖我的感觉。但是他连买奶茶这种10几块钱的小事，他都要我给他转回去。而且我觉得我对他也挺用心的。他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他送了一个名牌的一个钱包，我觉得那是我的一份心意。但是他非要问我要把这个钱转回给我，这样我实在是有点无语了。那你不想对我产生依赖，那我也要这么做呀，主持人。因为我们2个人是上班就都不容易，所以说我想把这个钱就给他。但是我觉得他对我前后根本就不一样，现在开始计较这些了。包括就是咱们说到那个房子嘛，他有房贷嘛，1个月要还5000多块钱，他居然让我跟他一块儿还这个房贷。那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到说跟你有结婚的这个地步，你为什么要让我跟你一块儿还这个房贷呢？因为这个，如果说他跟我一块儿还，就我们2个人结婚之后，他也能够先礼得的搬进来，我是这么想的。那我觉得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呢。我把你已经就是列入我的这个人生规划当中了，我没有说想要半姐把你抛弃啊，是怎么的？而且之前我姐结婚的时候，她随礼嘛，我只随了3000块，但她呢随了1万块钱，我就觉得说，我想给她长面嘛。但我觉得她就是在打肿脸充胖子，我觉得她就是在装。我才随3000，你随1万，那我在那个场面上我多尴尬呀！我觉得你拿我当家里人了吗？你们俩怎么从朋友变成恋人的呀？就是我们原来就是同学嘛，同学做同桌的时候，然后其实他对我也挺关照的。怎么说呢？时间久了熟了，其实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但是我那个时候跟我前男友分手了嘛，他就是真的就是陪着我安慰我嘛。然后的话，那时候我觉得怎么说呢？那叫他就是一道光一样照进我心里。那个时候他又追求我，当时我就跟他在一块儿了。而且他平常我这个人嘛，就特别大大咧咧，我说话也比较豪爽。然后他的话呢，特别细心。就平常就下雨啊什么的时候，我这个人都不会注意带伞啊，他都会提醒我。我觉得就是他比较细腻，
跟我就是还是挺互补的，而且当时对我觉得也是足够的真诚。但现在我就是感觉他把我交给他的招使回到我的身上。对啊，那他就认为这是你喜欢的呀，这是你想要的呀。而且我觉得我跟他之间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刚相恋这2年嘛，我觉得你从朋友转到这个恋人的角度，不像是普通人那样在一起那么自然。我们本来相处，我觉得就恋爱的感觉就很少，但是他现在就老是跟我提这些，我觉得就是这些家长里短、柴米油盐，还有就是说房贷这些，我觉得我跟他在一块儿就感觉现在没有我想要那种新鲜感、仪式感都没有。累了哈，那就跟他提分手啊。我想听他解释。他没什么好解释的，人就是真心付出啊。你觉得是假意，我认为是真心。哎，你喜欢他什么呀？你非要跟他在一起？就是他是有那种特别，给我一种特别积极向上的那种感觉吧。你现在还有这感觉吗？就是他特别正义，我觉得，就是他的性格就是很要强，而且他又独立，就是什么事都能够替别人。他独立吗？不独立吧？独立。我没看出来他独立啊，他咋独立了？我也没看出来他要强啊，他咋要强了？他做什么事他都不会说想让别人去帮他。在我眼里边，他就是特别好的。哎呀，你碰到了一个痴情怨种啊！你妈说过类似的话没有？他觉得我不懂事都向着他了吗？就不珍惜嘛。但是我你再说你下面的话，你主要觉得现在怎么了？我主要觉得他这个人其实就是挺爱干净的，在这个外形上、身体上有这个洁癖嘛。我们当朋友的时候我就知道，但是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还有精神洁癖。因为我这个人呢，平常就是其实还是挺外向，就特别爱组织朋友们去聚会去玩一块儿。一般喝完酒之后吃完饭之后都是他开车来接我。那天正赶上有一个男同事喝多了，我当时跟另外一个这个女同事，然后我们就搀他嘛，他正好看见了，看见接受不了，过来之后就直接把我胳膊打开了，然后就把我拽走了。那我当时我就觉得我也没做什么呀，那你为什么要这样？主持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人都会觉得有问题吧？那如果要是我没接你，那天那个男的要是做出什么事来呢？那是你自己不信任我，你自己想得多，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那我当时为了这么考虑他，我其实不是怎么会撒娇的人，但是我就拉着他手，我一直撒娇，一直跟他道歉，一直哄他，一直跟他说，但是他就特别不依不饶，在大街上他就跟我闹，他就联想到说，那你以前不也得挽过其他男的胳膊吗？他就这个时候就开始质问我。那他这么说完之后，那我脾气也收不住了，我也很生气啊！我就说，那你要这么想，那我前边3段感情，3个前男友，我还都挽过他们胳膊呢。那你要这，那你要这样说。我认为，如果说2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那分手了，那你就是要把电话、微信都要拉黑了啊。那我之前谈的女朋友，我就把他拉黑了。但是他当时就逼着我非要在大街上就要拉黑，就不依不饶的。你这样说就无中生有，我感觉我跟他本来就没有再联系了。这个动作，这个肢体接触，我觉得特别恶心。你们俩同事多久啊？同事有半年多的时间，因为他之前不是做这个的。他以前做什么呀？他学计算机的。哦，后来怎么跟你同事了呢？这个就是要说到他做程序，其实做的挺好的，也挺挣钱的，1个月挣1万多块钱。但是呢，那个时候他就是说是为了我嘛，然后就来我们公司了。我觉得他就是看着我，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说我那个上司给我多添一些资源让我去拍摄，然后他就觉得我那上司对我是有企图，就为什么多关照我呢？我觉得他过来嘴上说是陪着我，我觉得他就是在那个看着我。因为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就是更多的就是陪伴。我每次我从我那个屋里边出去接水，那为什么我就老看见你们那个领导在你身边呢？我觉得特别恶心，就那种。那纯粹是你。那你们那么多女同事为什么不把人家那是人家的权利，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你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他谈恋爱，你心里难受吗？难受，我挺烦的。那都谈过3段了嘛，你怎么还会接纳他做你的女朋友呢？但是就是只要我能跟他在一起，我就认为就是无论他之前怎么样。我都能，就是一切就是都是0。但是他这样，我就感觉他这种变相的，就让我感觉被束缚。现在能够理解女生了，跟他说分手，说得出来吗？我再考虑考虑。心里想的是要跟他分手吧？有这个想法。压抑吧？有没有被束缚？有点后悔吧？还不如做个朋友呢，是吧？有没有觉得你周围的其实很多人就知道你们俩关系的都不太理解你？有。今天化妆了吗？化了。是我们化妆师给你画的还是自己画的？都画了。哦，都画了啊，都画了。怎么样？就是你这穿搭是跟人学的还是自己琢磨的？他也教过我，然后我也在网上去看。就是他算你的一个情感导师，我这么说对吗？对，就是他，因为我很多的事情都会问他。对他有依赖吗？有。如果你这辈子就是娶不到他，你什么状态啊？反正我会特别难过，也就是特别难过，不会其他的了，对吧？
但是我不能做出特别极端的做法。哎，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行了，该问的都问了，这应该怎么办？你们的关系确实需要去做调整。我们把这个难题交给我们的老师们，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的确，一开始听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这个女生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但是听到后面呢，我们就能够理解到，原来男生和女生的状态是不同频的。男生其实脑子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声音，甚至在此时此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你只有这一个声音：我要和他结婚，我要和他在一起。这样下来的话，让他会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很恐怖，因为结婚婚姻它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你有些的事情，在外人看来是可以感动他的，但是你要的特别功利性，要的是结婚，而人家说我现在是想谈恋爱，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你种种行为，包括化妆也好，都是想和他同步，但如果感觉没有，只是让他感受到啊是对他的好，这就是让他比较别扭的地方。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呢，让你爱的用力过猛，他为什么说一是套路呢？因为你是功利了，只是为了占有。这种执念如果成功了，哎，你们就结婚了，登记了，后面呢就此罢休了吗？这个姑娘还真不是，后边还会用什么方式去软性控制她呢？还好刚才主持人问了一下，你不会做什么过激的行为吧？我觉得这算是你的一个底线，这个是我们稍稍舒了一口气。但如果没有这句话，我们真的有种恐惧感。所以让你的女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恐惧，她怎么能够跟你踏踏实实的走在一起呢？你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你并没有活出自己，没有你个性化的东西，甚至你就是植入了一个结婚程序的机器人，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做了很多的事儿，目的只有这一个，所以让他看不到情感在里面。那听完这些，后边要不要调整一下？我觉得其实分开也挺可惜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建议再给对方一段时间的机会。如果真做不到的话，那女生要考虑考虑了，这毕竟是一个人生大事儿，好吧？男生，我问一下啊，每个月的房贷你希望女生和你一起去付，还有你们平常这个消费吃饭是 AA 制，这是他教你的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我自己想出来的。那如果他说我还没有嫁给你，我不跟你一起还房贷，那结了婚以后咱们一起还，但是这个房子要加上我的名字，你同意吗？嗯。吃饭 AA 制，以后不 AA 制了，你请，或者你请2顿，我请1顿，可不可以？嗯。所以我觉得男生他不是在套路你，他只是在费尽心思的用他那颗其实不很强大的心去琢磨怎么能让你更欣赏他，怎么能让你跟他在一起更愉快。他确实在恋爱方面不是那么的有方法，也不是那么的聪慧。我觉得这个男生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还挺心疼的。但是男生，我跟你说，你是不是化了2个小时的妆根本不影响你的形象，你不会因为化2个小时的妆就更帅，也不会因为没化妆就让别人觉得你不够帅。你就是你啊，你的自己内心的不自信，你的自卑，靠你去化2个小时的妆改变不了。你内心的不安全感，靠拴着他让他在你身边不跟别的男的说话改变不了。他之所以没有深深爱上你的原因，不是那5000块钱的房贷，也不是 AA 制，是你不能给予他爱情的养分，或者说不能够给他能够互相支撑的感觉。那怎么走到结婚呀？所以不怪他没有那么的同意你的要求，没有把你真的当成老公，他觉得那一刻还没到来。我觉得你俩不合适，你只是童年的一个梦幻，一直到现在你在坚持，为你自己躲在这个壳里，我不用成长，我还是那个
比较胆小的，有他可以引领我；我还是那个比较脆弱的，但他懂我，他会支持我。你把自己缩在那个小孩的壳里，所以我是真的希望你和他分开。我刚才一直在想，这个女生其实是很了解这个男生，你们一起长大，但为什么会同意他和你谈恋爱的要求，还在一起2年？虽然之前你的恋爱没有细问，但我估计是因为他对你的执着，他从年少到现在对你的好感和爱，给你的安全感，给你的放心的感觉，这是你在意的。你可能在过往的爱情当中没有找到那份安全，没有找到那份自信，你在他这儿你觉得是安全，但是安全的关系就是爱情吗？我觉得也不是。你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用爱情的角度去看这个男人，去分析我和他是不是相爱，你只是觉得这样一份关系让我安全，让我能够控制，这个男人会听我的，他不会离开我，他忠诚，不像其他男朋友，他们最后离开了我。安全的关系不代表就是爱情的关系，好的爱情关系是安全的，你不要把它混淆了。所以我希望你也沉下心来，你们暂时都分开一段时间，重新去审视一下这个谈了快2年的男朋友和女朋友，他是不是我真正需要的人生伴侣？谢谢。很遗憾，不爱就是不爱，怎么说都没有用，怎么求都没有用，怎么努力付出，你就是没有恋爱的感觉。我按照你的喜好来，你说我套路；我不按照你的喜好来，你说我不用心，因为你压根儿没有看上。就是你会用恶心这个词来放在你的女朋友身上，而且这个词不止一次的出现在你的嘴里。就这个跟洁癖什么的没有关系，我觉得是在你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这种的自卑感。然后这个如果再往下发展的话，我觉得就有可能是精神控制，然后慢慢的让这个女生觉得自己很恶心，觉得自己很丢人，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女孩，然后的故事大家在网上都应该看过。所以我觉得有这个苗头的时候很可怕。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上一定是有人就是没有办法爱上你的，就是没有办法嫁给你的。因为爱情这个东西不是你努力它就一定能得到的，不是你追随10几年这个东西就一定能得到的。他可以跟你在一起，可是人跟你在一起，心没有恋爱的感觉。人家都说我们一生会碰到4种人嘛，我们自己，你爱的，爱你的和相爱的。那如果我碰到的这个人就是没那么爱我怎么办？你要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什么？1我认命，2我接受，我就接受这个人他就是没有我爱他爱得多，但是因为我爱他我自私，我就想跟他在一起。3就是还要看对方的态度和感觉，起码对方他不烦你，起码对方他接受你，起码对方他不认为说我必须要找到恋爱的感觉。但是现在明显女生她在找寻有恋爱感觉的恋爱，你给不了她，因为她没有爱上你，而你又出于过度的爱，所以出现了一些极端行为的苗头。我劝你们尽早散，就这样。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这不都是你要的吗？我都做到了吗？为什么你还是这么对我？我跟你讲原因啊，他呀，在你面前做的所有的人设，什么自尊自强啊，什么 AA 制啊，什么我这什么忙都不想帮呀，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但那些都是跟不想和他谈恋爱的人做的人设。不是在男朋友面前要的东西。这句话你能听懂吗？当他想跟你做普通朋友的时候，当他不想跟你发展更深朋友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如果你是她男朋友，他就不要这些了。所以你到今天还在说啊，你不是要那个平等吗？不是要自尊自爱吗？不是要怎么样？所以我们一起来。
他不要这个，为什么？因为你身份变了嘛，你不再是那个同学朋友了，你是他男朋友了，他男朋友我就要依赖。变了，但他不好说啊，他怎么跟你说啊？他说我变了，那些我不要了，你以前看错我了，我现在就是个小女人，我就想依赖，不好说嘛，所以才那么古怪。第二个，他以前教你那些套路，不是真心谈恋爱用的。你今天用回他身上，他当然不觉得你跟他真心谈恋爱了。你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房子能不能加我名呀？钱能不能交给我呀？他在想这个嘛。你懂了吗？能听懂吗？回去啊，跟他人聊，哎呀，房子加你名，钱交给你，立马就高兴了。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不好说嘛。你那个是不正常，跟踪人、控制人，这不是爱。如果你今天不是全场紧张的在那边搓衣角，我跟你讲，我绝对不跟你聊这个，我就当你不懂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对一个人不断的去干涉他的个人边界，不断的想去控制他，不断的想时时刻刻盯着他，恨不得给他装监控，对不起，你不仅不是爱，而且你还在犯罪。人和人之间是要有边界，你爱一个人应该希望他好，你爱一个人不是我要把你装在一个笼子里面，那是变态吗？你是变态吗？你不是吧？对吧？你应该是一个猛男啊，猛男兄，猛男兄，你应该把你脸上的妆擦掉，好好去健身，做回原来的那个人，好好去做你的程序员。为什么？因为你要挣钱，因为你要挣钱，你挣了钱可以给他花，你挣了钱可以养家，挣了钱可以还房贷。你可以跟他说，房贷不用你还，我挣钱，我自己去好好的编程序，我挣，行不行？他挣行不行？你回答我。行。听到了没？如果你想把这场恋爱谈下去，这次回去立刻辞职，回到你的那个程序员的岗位上去，好好挣钱，每个月把自己的贷款的钱挣出来，把养家的钱挣出来，把未来生小孩的钱挣出来，挣的钱存到一本存折上面，送到他手里，跟他说，这就是我为我们两个人存的钱，这才叫安全感。你要给一个女人安全感，她才会爱你嘛。所以没有那么多套路，你也是谈恋爱哪有那么多套路？就真心嘛，你本来就有一颗真心，为什么不把这颗真心亮给他看呢？听懂了啊？回去就辞职吧，就这样。就辞职这件事情高度认同，就不管这事儿成不成，辞职做回自己是很重要的。但是说在一起这件事情，你慎重考虑吧，因为你应该最了解这个人的性格。我们其他没什么好说的，就是给你的建议，兄弟，爱情先放一边，先把工作辞了，回去当程序员去，这工作不适合你。来，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分。在这10多年以来，就是无论是我们在朋友上，还是成为恋人之后，我有很多的可能说让你，就像你今天说的一样，你不喜欢的地方。但是接下来呢，我也会重新审视我所做出的这些事情，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改变。我现在听完老师们说，我觉得我想再重新考虑考虑。我觉得我们关系的转变让我现在没法冷静下来，我想再考虑考虑。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不是让我想象的那样。我知道你对我挺好的，但是我现在还想再多想一想。谢谢两位啊，请回，请回，请回，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于老师预测一下，男方会出来，女方不出，女不出男出，双不出。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
没事儿啊，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现场不是最终的结局，能明白吗？啊，你也应该了解他的性格。我觉得有一点，我跟陆琪老师想法是完全一致的。辞职，离开公司，给他自由。明白。再重新追嘛，慢慢重新追嘛，去调整一下自己，挺好的。就是我觉得这种痴情也挺好，啊，只是不懂嘛，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吗？因为今天在这里跟他也聊了这么多嘛，然后，就是老师们也给到了这么多建议，所以说我就是还是回去先辞职，然后继续回去写程序吧。你就活好自己。你记住，莎娜老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精彩，你知道吗？没爱上就是没爱上。世界上有很多事儿通过时间都能完成，但是爱不爱这件事儿太难通过时间完成了。你明白吗？你能理解吗？明白。这个你能理解吗？啊，加油好不好？谢谢你，秦夫人。哎呀。最后他乖乖的说明白的时候，那个心里好难受啊，是吧？你就替这么一个男生又难受。现在也很少见到如此痴情的男人了吧？啊，这么痴情，但是怎么办呢？扭曲的东西，你再想怎么样，它都是扭曲和变化的。就希望两个孩子能够开心的成长，能够健康的找到他们自己所爱的那一半吧。愿他们两位都幸福。谢谢四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当然更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